长鹰汽车4个大字一出来，现场所有人都被这与众不同的气势镇住，很多人不由自主想起的，便是伟人当年那句“今日长鹰在手，何时复驻苍龙”。虽然这是一个问句，但却能让人从中体会到一种早已胜券在握的自信。而对众多媒体记者来说，他们不仅知道伟人那句诗词，也知道叶家那位英年早逝的二公子名字便叫叶长鹰。媒体记者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安家和叶家合资的汽车品牌，竟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多年的叶长鹰。也怪不得这两家时隔20年会忽然选择合作。这时台上的安凯峰微微停顿之后，感慨道：“长鹰汽车的长鹰，取自我已故姐夫叶长鹰的名字。之所以取这个名字，也是为了纪念他，并且希望长鹰汽车能够继承他当年永不服输、勇攀高峰的性格。安氏集团与叶氏集团也将倾尽所能，将长鹰汽车打造成国际知名汽车品牌。也希望我们两家人能够不辜负他的名字，不辜负他的期待。”安凯峰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台下的叶晨眼角滑落2行清泪。趁没人关注自己，他悄悄用衣袖将眼泪蘸去。而与此同时，在普陀山，安承熙看着新闻发布会现场的直播视频，已然泪流满面。他也没想到，娘家与夫家人联手合作的汽车品牌，竟然会以自己亡夫的名字命名。当看到那红缨迎风招展的时候，他便已经绷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无声的泪如雨下。孙姐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赶忙递给他一张纸巾，安慰道：“夫人，您应该高兴才是。依属下看，安家与叶家合作，这世界上再找不出第二个能够与长鹰相媲美的名字。先生在天之灵，一定会非常欣慰的。”安承熙接过纸巾，轻轻拭去泪水，开口说道：“孙姐，你说的对，我再想不出第二个名字能够比它更适合。长鹰汽车，我现在就开始期待着有一天，这个品牌的汽车能够行驶在世界各地，让所有人都知道长鹰这2个字。”孙姐点头道：“夫人放心，这次是安家和叶家强强联手，背后还有陈少爷坐镇，长鹰汽车一定能扬名全世界。”安承熙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悠悠道：“希望到那个时候，我也能光明正大的去见他们了。”此时的发布会现场，安凯峰按照既定流程，邀请叶晨的爷爷老爷子叶忠全上台。叶忠全登台的时候，那双被深深皱纹包裹着的眼眶通红。在与安凯峰握过手之后，他便拿着麦克风，开口道：“长鹰30多年前从国外毅然回国的时候，曾经立下宏愿，要为祖国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鞠躬尽瘁。只可惜他和他的夫人安承熙女士英年早逝，未能完成毕生夙愿。如今华夏新能源产业崛起，我们两家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通力合作，能够为华夏汽车产业的发展做出足以被世人铭记的贡献。”叶忠全没有说的太多，寥寥几句之后，便将麦克风放下，回身看着以儿子命名的汽车品牌及 logo， 仿佛时间停滞。随后安凯峰又将安启山请上了台。安启山迈步来到台前，拿着麦克风对台下说道：“我一生阅人无数，见多了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与精英，但不曾见过能出长鹰其右招。此次与叶氏集团合作成立长鹰汽车，也是我们2位耄耋老人商业生涯的最后一站。以长鹰之名，我们2人愿意为此押上此生的所有荣誉。也请所有关注长鹰汽车的朋友们相信，我们2家一定会为了这个品牌竭尽所能。”2位老人简短又诚挚的发言，让无数荧幕前的观众为之动容，也让观众们更加期待长鹰汽车将来的发展。紧接着，安凯峰亲自将2位老人送下台。回来的时候，他用十足的自信对着台下说道：“接下来，我将通过一组 PPT 向媒体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介绍长鹰汽车的大概情况。首先，我们的初期投资为400亿美元，这个刚才我已经介绍了，这是汽车制造领域单次投资之最。其次，我们的目标是1年内在金陵建成一座年产至少35万辆新能源汽车的超级工厂。
并在2年内将年产量提升至70万辆。随着2期工程的启动，在5年内实现年产量150万辆。5年内实现150万辆产能的计划，一下子震惊了所有人。现如今，年产量超过150万辆的新能源车企几乎凤毛麟角，而能达到这个体量的，基本上都有10几年以上的沉淀，并且占得先机。一个新生品牌5年内实现150万辆的产能，几乎不可思议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其实只是长鹰汽车金陵超级工厂的目标，而且只是为了覆盖国内市场。将来一旦长鹰汽车能够打响第一枪，叶晨会和安家立刻在东部沿海地区投资新的超级工厂，专门用来覆盖海外市场。届时，年产量将以300万辆作为目标。其实，大多数人在听到150万辆年产的计划时，心里都觉得安凯峰有些过于自信了。汽车这个行业可不是啤酒饮料这种快消品，由于绝大多数人买车至少3年内不会更换，所以大家在买车之前基本都要慎重考虑和决定。产能基调定得这么大，一旦车辆不符合市场需求，销量萎靡，到时候每天亏损的资金都是天文数字。想当初恒泰汽车投资规模也非常大，创始人也曾发下宏愿，要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新贵级领头羊，可是最后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。不过叶晨心里对这个目标没有半点怀疑，长鹰汽车背后的资本实力毋庸置疑，而且还有贺远江这样对新能源汽车有着非常深入研究的大才担任 CEO。 更重要的是 AI 模型一旦上线，对长鹰汽车的车机软件将是一个极大的助力。而且安家和叶晨财力雄厚，车型上市之后1分钱不赚，甚至赔本卖吆喝都不是问题，一定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全面铺开。更何况叶晨海外还有那么多诸如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这样的大冤种，如果长鹰汽车生产的车辆真的卖不动，自己到时候挨个摊派，也能让它的出口量位居国内第一，怎么都不会让这个品牌走下坡路。此时安凯峰继续说道，再次，我们将在未来5年时间内至少推出5款自主研发的新能源车型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将于2期阶段在金陵投资一座自研自产的动力电池生产线，并在5年内实现所有动力电池的自给自足。这一句话再次让全场炸了锅。刚才安凯峰就说了，5年内要实现年产量150万辆，现在又要5年内实现所有动力电池自给自足。这也就是说，这个电池生产线5年内的产能也会达到每年下线150万块动力电池，这个手笔也属实非常了得。安凯峰又道，基于我刚才所说的5年规划，未来5年内，我们计划为金陵提供至少5万个就业岗位。另外，我还要宣布我们的配套投资，我们将额外追加20亿美元，用来与金陵各大高校、职业院校展开深度合作，包括但不限于投资、捐款、委培、奖学金、共建实验室、共研创新技术以及共同办学。未来5年内，我们计划将至少50%的岗位提供给合作院校的学生，单单教育投资就有20亿美元。这下属实将现场媒体记者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这笔钱跟投资生产线不一样，生产线的钱都是投给自己的，而教育投资如果按安凯峰所说，那基本上都是投给各大院校的。如此大的魄力和手笔，别说在金陵，就算放眼全国也几乎没有见过。而安凯峰还语出惊人地说道，长鹰汽车这次落户金陵，我们已经将我们的发展与金陵这座城市的发展视同一体。未来长鹰汽车会从各个方面与金陵深度绑定，合作共赢，全力以赴做大做强。也希望将来长鹰汽车能和金陵这座城市一起冲出华夏，走向世界。